卡地亚手表值得收藏吗？卡地亚算是高级制表品牌吗？我一直不敢相信有一天我会被这个珠宝品牌所做的手表所吸引，而且脑子坏到会觉得卡地亚的这些 time only 的2针腕表远远的超越了他们制作的陀飞轮或者种种大复杂的功能。大家都会说大道至简，难道在追求复杂功能、追求手工技艺的制表业，这块简单的长方形腕表会是卡地亚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吗？首先，我并没有从卡地亚专卖店里购买了这块表，它来自于1999年。而在我那个时候还没有能让自己买一本漫画的钱，更别说这块卡地亚了。自从喜欢表开始，我并没有真正的喜欢过卡地亚的手表，因为卡地亚更多代表着珠宝啊、奢侈、fancy 的东西，这些跟我关心的手表的角度不太一样。加上我妈每天都带着一个普通的卡地亚坦克，我并没有觉得这个东西有什么特别的，它就是一个时装配饰，一个手链，我一直都是这么想的。我第一次看到这块表应该是在 Mark Cho 的一个视频里面，他在纽约有一家专门售卖经典男装的店，我在当时的视频里看到这个可以翻转的卡地亚的时候，我就在想，哇，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可能是一直有着喜欢摆弄东西的习惯，因为和汽车不一样，和表的交流方式只有佩戴或者你拿放大镜在那儿看着，所以只要有能让我摆弄的手表，不管是摁下它计时的按钮，还是有隐藏的机关，我都会更感兴趣一些。而这块卡地亚它可以被翻转过来，但它又不像很常见的 reversal。 Mark 在视频里还解释到，这块表可以被立在桌面上，成为一个小的座钟，这不是一个非常实用的点，但确实是一个非常优雅的点，这是一个我没有的 lifestyle， 非常的到处飞的国际商人啊，非常的伟大的盖茨比。你会注意到这块表的表壳上已经被不仅仅是黄金的一种颜色所占领了，表面的氧化给这块表不同色调的金色，有些地方深一些，有些地方浅一些，有些地方甚至有一些发了紫的金色，给了这块表一些锈迹斑斑的古董感。它的表盘上有着向外发散的波纹，这是卡地亚非常经典 Guilloche shape 表盘设计，加上有些细微的 exploding 拉长罗马数字，特别烧制的蓝色指针，这块表的魅力就好像是永恒的，它可以是今天的轻表，也可以是99年世纪之交的作品，也可以是20世纪初的发明。实际上呢，它确实是来自1932年的卡地亚设计，它当时的名字叫做 Cabriolet Reversible。 我们可以从这个专利上看到，这块表的设计其实并没有更大的改变，基本上它就采用了和30年代一模一样的表壳和结构，这对于我这个古董表 nerd 来说算是一个非常大的加分点。表盘很美妙，但是这块表的重点在于翻转，所以我们扣下卡地亚特有的蓝宝石表冠就可以打开这块表的机关了，接着你再用手指轻轻推一下中间的部分，就可以翻转这块表了。翻到反面之后呢，我反而觉得我看到这块表上更迷人的地方，也就是那3个斜体的大数字1999、2000和2001。卡地亚制作这块表型号是2391，来纪念千禧年的到来。我估计这是我这辈子唯一能看到一个千禧年，而我也一直能记得小时候看到那些庆祝新千年的烟花，所以看到这块表的时候总能想到一些非常开心的回忆。这块表的正面可以说能让我看到现在的时间，而反面能看到过去的时间，所以这个 Tank Basculin 可能是非常独一无二的一块表。当然了，因为结构的原因，这块表的 case back 算是有2个嘛，一个是华丽的点缀了卡地亚 logo 的内后盖，一个是显了限量编号和 mechanic 这个法语单词的后盖。 mechanic 说明了这块表是机械表，实际上这块表的 FPGA 机芯只有2毫米这么厚，是一个非常优雅和高级的机芯，非常适合这块卡地亚。你可以看到后盖上有2个小的窗口，它们的作用是方便这块表在2个不同的翻转状态下都可以把表冠放进表壳中，是一个非常聪明又漂亮的小细节。最后我们来到这个问题，我的这块 Basculin 从哪里来？我并没有从网上找到购买它，也没有从二手表商那边问到，这次真的是机缘巧合，我和一个好朋友在聊天，然后又聊到这块卡地亚，我说哇，这块卡地亚我是非常喜欢，因为它是黄金的材质，翻转过来又写着千禧年3个数字，是我最喜欢的坦克，因为它实在是充满了很多对上个世纪的一些怀念，有非常强的一种 vintage 感。他接下来说的话我怎么也没想到的，他就有点像开玩笑的跟我说，哦，这块表我买了好久了，也没有很喜欢，所以没有戴过，你会想要吗？这块卡地亚 Tank Basculin不会再被生产了，我觉得原因是因为卡地亚和积家同在利丰集团下，卡地亚不会制作一款和积家的 Reversal 相竞争的产品。虽然这有点让人惋惜，因为这个来自于30年代的设计给了翻转腕表一种不同的可能性，它也许是一块表，或者是一个小座钟，或者是一个手链，这些并不重要。这也是我这么久以来第一次觉得戴这块表的时候，也就纯粹是情感上的一种满足，我并没有去想它的复杂的机芯，也没有想到它高超的打磨工艺，我只是在很简单的享受这块表，享受它的简单，还有偶尔可以翻转过来去换一个面戴的快乐。卡地亚的简单表款可能真的要比他们的大复杂功能腕表要吸引人，吸引得多，而且是非常合理的。因为卡地亚的精髓在于它的设计，就是陀飞轮、3问报时都是重要且难做的腕表功能，但是一个能坚持100多年都不变的设计，也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而设计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功能。OK， 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啦，我们下期再见 ，See you。